this year's capital investment for data centers is so much greater than last year's. And of course, we had a very large year last year. We had a great year last year.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with Blackwell and with all the new data centers going online, we're going to have a fairly great year. Now, long term, the thing that's really exciting is we're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asoning AI era. NVIDIA 公布财报，在公布财报之前，市场传得沸沸扬扬 ，Blackwell delay 会影响到这次财报的结果，以及甚至会影响到下次财报的结果。营收到底会下降？对，那我们这次公布了之后开讲，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会影响大。知道财报结果之后，市场还是有非常多的担忧，大家应该都是 NVIDIA 大股东，我们应该要如何解读 ？Coach 这个观点是什么？对 ，Coach 这些观点是什么？然后当然最重要的，卖不卖，买不买，逃不逃，就是根据最新的财报结果 ，Coach 这也会跟大家再更新一下，现在我们认为的合理估值是往上还是往下？好，如果对以上有兴趣呢，请继续看下去。首先，我们就先用这个表来看一下这次的财报结果，看看 Blackwell 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实际财报的数字。所以我们从最上面开始看，营收超预期，哎呦不错 ，YOY 77.9，所以其实还是非常高速的增长。因为其实去年的现在已经是比较高的 base， 所以还能够有高 double digit 的增长，其实算是非常 healthy。大家往里面看，其实它的主要营收增长的动能两个，第一个还是占比也最大，增长也是非常快，data center， 所以跟 AI 投资还是有关系。增长速率是93.3 YOY， 另外一个支架是102.8，虽然现在占比比较小，但是 YOY 其实是 double， 那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趋势，是个趋势。然后假设我们要再往下一个 quarter， 仁勋哥给出来的 guidance 基本上也是非常强劲的成长，其实对6.1也是超过预期，超过原本市场的预期。所以看起来，其实 Blackwell 好像对于整个营收的影响其实不算很大。其中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这个财报里面，其实 Blackwell 已经贡献了110亿美元的营收 ，OK， 所以基本上就是超过1/4的营收的贡献。其实，在新产品推出，它已经是成长最快的一次，这个其实算蛮乐观。所以之前市场里面担忧 Blackwell 现在有过热的问题，或者是良率的问题，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解决了。所以那再加上，其实，在财报或在之前，其实仁勋哥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说接下来出货的进度时程。所以假设现在 Blackwell 已经顺利出货的情况下，接下来的营收，包含为什么 guidance 其实看起来很健康，应该是接下来营收到2026年都还是会有一个蛮强的动能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就看到 gross profit 还是一样 beat， 因为营收超过嘛，那一定是 beat。不过 gross margin 其实是有一小点点 miss， 对，有点红色，但其实73.5也不算很差。不过呢，下一个 quarter 的 guidance 其实在 gross margin 还是 miss， 所以这是这次财报里面比较特殊的一块。那当然 EPS 就是最后你拉到下面的 EPS， 其实还是 beat， 也是超过原本分析师的预期。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纵观以上，营收超预期 ，gross profit 超预期 ，EPS 也超预期，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财报。不过就像我们说的，其实因为现在 NVIDIA 超出预期已经是一个常态，过去16个 quarter 超预期，所以对于超预期这件事情，对股价已经没有什么影响。对，所以我们这集主要要跟大家分享，其实就是根据市场担忧，根据我们现在看到财报，根据 guidance， 到底它接下来的走势，我们要怎么解读？这就是这次我们跟 Coach J 敲网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个观点。所以财报公布之后，那为什么全部超预期的情况下，股价没有暴涨呢？所以这代表其实市场上还是有蛮多的担忧。所以我们跟 Coach J 一起整理了最大的3个担忧，希望透过我们跟 Coach J 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们针对这些担忧怎么看的？然后针对这个财报能不能让我们知道说，对于这些担忧能够有比较正确的解读？第一个担忧 ，ASIC 的竞争，可以看我们之前有 Broadcom 的影片。ASIC 我再帮大家稍微说一下，就是 ASIC 其实就是跟 GPU 不一样，GPU 就是一个通用的就是晶片的运算晶片，所以它可以适用于各式各样的任务。但是 ASIC 它是一个客制化的晶片，所以它是专门做特定任务，相对来说它所需要的能源以及算力都会相对的比较有效率。之前有说过，包含就是很大的云端基础建设，其实大家也在成本上面会有一些更多的考量，所以之前市场上会有这个预测，说其实所有云端大厂会越来越多的采用 ASIC， 而尽量减少对于 GPU 像 NVIDIA 等等的依赖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担忧。那这个担忧的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 NVIDIA 会掉市占，那掉市占当然就对营收等等就会有影响。不过呢，现在看起来，因为刚刚有看嘛，就是整个财报，不管是这一个季或是下一季的 guidance， 其实 YOY 都还是相当强劲，所以可见 NVIDIA 不管在晶片的开发创新上很强，其实它有一个更强的护城河，就是它的生态系，就是它的平台，所以这个生态系看起来目前还是有蛮强的竞争优势。而且 NVIDIA 它的创新速度其实蛮快，所以从上一代到现在刚推出的 Blackwell， 其实在2026年它又会推出新的叫 Vera Rubin 新一代的晶片。那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冷知识，这个晶片为什么叫 Vera Rubin？ 这个代号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女性的天文学家，然后有个非常著名的发现，暗物质。对，他发现了一个暗物质。什么是暗物质呢？就是它其实是不会受到光的反射，也就是你看不到它，就是因为没有光反射就看不到，所以你找不到它，但它存在，是宇宙间有这个物质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其实有人在说，尝试 common sense 其实是语言跟智能的暗物质。因为语言是大语言模型，智能就是比如说计算能力这些是都可以算出来的。但是人为什么是人？因为人有尝试。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，就是你有
常识嘛，但常识这件事情是很难把它量化的，很难用数学公式把它算出来。所以常识其实是在语言跟智能背后，感觉是一个暗物质，它存在，但你又没有办法算出它。常识感觉就是 AI 跟 AGI 通用人工智慧的最大一个拼图。假设仁勋哥把他下一个2026年要推出的晶片叫做 Vera Rubin， 就暗示着对于这一代晶片能够帮大家迈向人工智慧 AGI 有更进一步了，有更进一步。所以这个小小冷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还是回来看一下到底 NVIDIA 有没有掉市占。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大概推估了，这个可能是一个推算值。那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其实现在在 AI 建设上面最大的几个巨头 Amazon、Microsoft、Google 跟 Meta 这几家，所以可以看到2025年，其实之前他们已经公布财报，每个人都已经讲好2025年在 Capex 应该是疯狂投资，对，还是疯狂投资。基本上我们帮大家稍微很快的加了一下，他们25年到24年的 Capex 投入的 YOY， 其实整体来说是37.7%，以这4件来讲，所以其实还是蛮强劲的，因为它 base 已经很大。不过呢 ，NVIDIA 这一个季度的营收 YOY 77.9，Data Center 93.3，所以其实是远超过整个 Capex。当然 Capex 它不是全部投 AI 建设或是 GPU， 不过一定是占很大一部分。只要 NVIDIA YOY 是超过整个巨头的投资量，基本上它市占率应该是蛮稳健的，就算没有显著增长，应该也会掉市占率。然后下一个季度也是一样，下一个季度还是维持在65.1，也是还是超过整个巨头们全年投入的平均数字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在 NVIDIA 新的晶片的需求以及它的生态系的护城河，其实蛮坚挺。第二个担忧 DeepSeek 的出现，如果大家想要大概知道它的影响的话，可以看我们上一集有分析过 DeepSeek 出现呢，基本上大家就会开始知道说，其实你不用高阶晶片，可以用比较少算力，也可以跑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型。那这个角度呢，就变成第一，我可能不需要高阶晶片，或是高阶晶片不需要那么多了，不需要那么多了，或者是你需要可能对你价格会有影响，对你议价能力有影响，因为基本上低阶晶片就可以处理好多事情了。就大家市场的担忧是，它会对于 NVIDIA 的获利能力有影响，就是 gross margin 有影响。所以这次小 miss 是不是就这个原因？而且下个 quarter 还是继续 miss， 说中了，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。在财报里面，就是 CFO 已经有跟大家说了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好，那他这次的 margin 下跌，其实还是契机。如果大家先看下面这个表的话，其实过去从2018年，其实他们的毛利还是55-60左右，所以是从 AI 这个趋势起来之后，毛利是慢慢往上拉到70-75。所以假设在70-75这个区间，其实都是一个很正常状态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因为刚刚有说，其实1/4的营收已经来自于 Blackwell 是毕竟新产品，新产品推出的时候，它一定是对于 margin 是有一点点影响。你刚开始出货的总是会有一些需要 ramp up 的阶段，所以基本上大概在出货的时候有考虑3个东西，一个著名的不可能39，哪三个？品质、速度、成本好。所以在新品推出 Blackwell 推出的时候，其实 NVIDIA 他们就选择了先顾品质跟速度，满足客人的需求。对，然后成本就稍微先牺牲一下，所以这个是造成毛利率有一些微幅下降的最主要原因。可能就对台积电很好。台积电获利，因此获利。但是 NVIDIA CFO 也跟大家说，其实基本上因为它是一个 ramp up 的过程，所以当出货又开始稳定了之后，其实他们是蛮有信心，毛利率 margin 会慢慢在可能到年底的时候，慢慢再回到75%，又回到它现在正常的水平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DeepSeek 的出现好像对于 NVIDIA 整体的获利能力，其实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。第3个担忧，应该也是一个最大的担忧，也就是 DeepSeek 的出现会不会让整个 AI 投资竞赛降温？不需要那么多高阶晶片，不需要用高阶晶片去跑很厉害的模型。其实现在很厉害的模型，其实都用低阶晶片或者很少算力都可以完成。根据现在市场上比较多的专家们的说法，其实这个开源跟低成本的训练，就会是一个高阶晶片或是 AI 投资竞赛的一个负面教材，也就是可能大家就不投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隐忧，市场的担忧。那如果这个真的是成真，那其实尤其是 NVIDIA 首当其冲，会受到最大的影响。好，我们从4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。第一个呢，上一支影片我们有讲过 ，DeepSeek 的出现其实刚好符合，有可能是会有发生一个叫做杰文斯悖论，所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那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一个成本降低的时候，其实有可能需求反而会更大，因为使用的门槛降低了，人就变多了。然后大家发现，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，反而不是我就不用算力，而是我其实用同等算力可以得到更大效益的时候，用爆，反而更多人可以用。好，所以它反而不是抑制，它是一个催化剂。第二呢，就是之前有说，其实大家还是会往 AGI 发展，所以现在还是在比较 narrow 的 intelligence 处理特定任务。要往 AGI 的发展，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算力投入。然后当它有更有效率的方式的时候，其实会更多玩家参与者，那这整个市场其实应该会有更热络的一个结果。举个例子，除了巨头之外，最近大家应该有听到就是 Elon Musk 的 XAI 推出的模型叫 Grok 3，大家用它做了一些奇怪的多元的运用。它现在反正也是一个应该说能力蛮强大的一个模型嘛，所以就是在某一些竞赛上其实也是在领先的地位。然后连他们，包括 Elon Musk 也在说，就算 DeepSeek 出现，其实它对 NVIDIA 晶片的需求反而还进而增加1倍，不止没有减少，还增加。所以这其实可以再反映到，其实当门槛降低的时候，未来的需求以及 AI 的普遍性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。第二个点呢，当然就是大家很多人会说，投资 AI 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获利转亏为盈，对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可能就会阻止 AI 的发展或者 AI 的投资嘛。但实际上其实这个迷思应该已经要被破除，所以从2个角度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呢是从云端供应商的角度，比如说 Amazon 啊、Microsoft 啊，或者甚至 Google， 其实大家都是在提供 AI 的基础建设，然后包含云的运算资源，这些公司的内部都已经非常积极的在采用 AI 去降本增效。所以如果这些公司，因为它是提供这个 AI 服务的最底层的公司嘛，如果他们觉得其实这个 AI 对内部的效率帮助不是非常大的情况下，应该
也不会很积极的一直不断的增加投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点呢，其实之前我们上几支影片有讲过 Palantir。现在其实虽然在用户的角度，大家可能还没有感受到这么多，除了当然 ChatGPT 啊这种之外，还没有感受到 AI 无远弗届的魔力。好，但是企业 AI 这件事情为企业带来更高的获利能力，带来更高的效率，其实已经是比比皆是。很多案例 ，Palantir 之前我们案例跟大家分享过，包含大家应该有看到 Snowflake 也是蛮红的。然后现在公布财报，因为他们搭的平台从数据上帮客户解决很多内部效率管理的问题，所以其实他们客户的粘着度也很高，客户也因此会获利。整体来说，投资 AI 现在的回报已经出现了，已经是可以证实的。所以当投入有 ROI 有回报的时候，其实就会是一个正循环，它就会更刺激接下来 AI 的投资跟发展。所以我们再回来刚刚说到几个主要的 AI 资料中心投资的 Big Tech， 他们今年到底投资的金额是不是有增加？从这个表里面其实看得很清楚啊，包含 Meta 涨61.5%，Google 涨41.5%，Microsoft 涨42.9%，Amazon 涨22.5%。所以这几个巨头在2025年目前估计的 Capex 都是非常大幅度的增长，所以就代表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需求跟接下来预测的 AI 运算的预估的趋势是相当乐观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投入。第四个点 ，AI 的发展其实现在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。那之前也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如果看这个小图，其实我们现在正在 AI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这个阶段。然后当然每一个国家，包含就公司，其实都在往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慧这里去迈进。当然刚才说嘛，就是它需要有尝试，比较像真的跟人一样的思考，才会到 AGI。光到这里就有蛮长一段路要走，那就不用说到后面超人类智慧这个状态啊。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发展。那我们现在在 ANI 的早期，那如果看仁勋哥，他在 CES 今年的2025，对，他已经帮大家画出接下来 AI 发展的一个轨迹，非常清楚了。所以从里面可以看到，就是大家 Perception AI 到 Generative 的 AI 这一个阶段往下，其实第一个 AI agent 就要出来，现在有一些在发酵，已经开始发酵，就是很多可以透过 AI 变成你的代理人，变成你的助理，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可以做好几个阶段的任务，都他帮你做，对，不是只完成一个任务。所以这是接下来阶段，甚至到了 Physical AI， 包含机器人啊、自驾车啊，所以这个又是下一阶段。现在这些东西现在其实都还没有普遍，甚至都还不是一个产业。当它出现的时候，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会有天翻地覆的感觉。所以 AI 的发展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是无可限量。所以其实不止刚刚说这几个，就算是比如说生物科技啊、医药啊、金融啊、能源啊、矿物啊等等，你可以想到的东西，好像都可以用 AI 再重新升华一次。可以也不夸张的说，因为每一个业态或是每个机会，我们都会去看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， 看市场多大。AI 的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就几乎等于全世界的 GDP， 就所有东西都可以再用 AI 重做一遍。对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产业都用到电脑，都用到网络是一样的，重新再做一遍。以前在店里买，现在变成在网络买，因为现在很早期，所以其实 AI 的投入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会一直往上的这个趋势，应该是不会减。DeepSeek 出现，其实完全不会让 AI 相关的投资减缓，反而其实它是一个催化剂，反而会增加的更快，因为门槛降低。第二呢 ，NVIDIA 在这个整个生态以及这个发展当中，其实还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当这个整个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正在光速发展的时候，其实 NVIDIA 应该还是一个最大获利者之一。看完以上，当然就是核心问题了，应不应该要继续持有呢，还是买入呢，还是卖掉？所以这就回到了到底这个财报看完了之后 ，Coach 这一版我们再重新更新了一下现在 Coach 这一版本的内在价值。那现在过2天，其实财报超预期情况下，其实股价还是下跌，现在大概在126，蛮低于130拍摄当下。然后呢，上一次财报完了之后，我们更新大概合理价大概在133。不过在这次的财报其实都超预期情况下，内在价值其实稳步往上，目前大概是140。对，Coach 直接觉得大概140，对，大概140是合理价。所以等于说现在反而在市场有担忧的情况下，如果你现在 NVIDIA 还没有很多，其实是可以考虑入场的一个时间点。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所以目前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如果 AI 的需求持续扩大，那 NVIDIA 应该还是 Coach J 命中注定的股票。如果觉得我们内容不错的话，请花0.3秒给我们一个赞。这集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内容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。我是月儿，跟企鹅一样的，我正在争取去南极的机会，有很多阿德利企鹅的南极。我是何德利，一个没有定性的人，对什么都有兴趣，做什么都不长久，不想被绑住，不想担责任。就是自立，没良心，没节操，也被那种人带坏，就是人生价值观崩坏。好啦，知道啦。你身上有阿德利企鹅的味道。那是什么？阿德利企鹅认定了彼此，就期盼是一生一世。好，你不要去嘛，你干脆现在就放弃企鹅，放弃南极啊。那至少这一刻我不想要放弃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觉得你是我命中注定的那头鹅。